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莫甘娜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莫甘娜的一个打野的一个思路，线上莫甘娜，我感觉辅助位和这个辅助位的话，莫甘娜强就强在它 E 技能那个盾可以免控制，其实它不是不强，在辅助位真不强。然后在线上的话，我感觉线上莫甘娜这版本不太行，靠不住。你虽然说有双烫流啊，但莫甘娜顶不太住。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在打野位置的发挥怎么样。这里面的话，其实他还是有在测试。莫甘娜打野的话也不会说非常强，但这边一个红 buff 跟 F4 的一个拉野技巧。前面的话你们看。这局其实玩的会非常困难，1分钟。这小火龙这英雄怎么说呢？没办法。这里快速的一个刷野，无主野怪1分20多秒。对面的杰斯应该在刷红 buff， 这时候惩戒加 W， 看到对面的位置，给万豪一个视野，做到位置了以后直接走去下半野区。这个时候先去刷河道线，因为对方一定是回完家以后立刻出来的。这波下路河蟹还估计拿不了，因为你前期打不过人家的。没办法，打不过你就只能自己怂着呗，只能怂着先。中路干嘛？上去送啊！怎么敢的？有你们要记得，莫甘娜，如果你们家有莫甘，比如说你开的那一局有莫甘娜打野，你前期不要相信他。如果说你没有那种爆发输出的话，你不要相信莫甘娜有这个输出的啊。永恩首先一个点，他一定是第一件装备出来以后，莫甘娜也是第一件装备出来以后才有输出能力的。他前期就是，比如说他要是去抓别人的话，他只能说，是吧？大招。这种大招起手最稳的方式，一个 Q 贴脸 Q， 这个 Q 的话还不敢说去在远处丢。像如果莫甘娜打野的话，队友没线权的话，很容易被对面进野区。看看红 buff 有没有被反吧，这个时候。果然刚被反，这边靠过来，给自己套个盾先。这边 Q 到了对面射手啊，这种就是纯运气好。这真的是瞎 Q 的啊！这里又 Q 到了，很舒服。那这一波团战就很舒服了，优势建立起来了。对面杰斯有点上头玩的。就本来越塔没越成，他们就不应该接着打的，没想到还在那接着打，那就是纯上头。而且你如果打野的话，你也要自己去看，如果对方就是队友没有线权，然后你去反野，那你就是送。对吧？问题不在于这个中单过不过来支援，因为队友没有线权，你去强行去越塔，
问题就是出现在你身上。你看没有？这边的话，队友有线权就是或者说两边都已经刷完线了，对方打野去抓人了，那你就可以尝试过来反野，知道吧？这就是打野的一个公式化的一个公式化教学，这纯公式化教学。还有就是反野不一定要太贪，知道吧？你能刷完就刷完，能快速刷完。如果像那两个小石头，你要再去刷那个小石头的话，你要花多十来秒，第一时间也有可能会被对面抓的话，那你就不要去打了，知道吧？吃完大的就够了。这里的话，上半区可以不要，有眼啊这个位置。对面这个走向的话，很明显，其实就是等你那个回城差不多了，然后打断你。那下半野区的资源小龙是打不了了，只能尝试来拿先锋。塞纳的那个梅尔的话，就是那种怎么说呢？顶着你，对方靠过来，永恩大 E 技能接大招过去拼血，这是对的，这样操作是对的因为你如果不去限制对面中单过来骚扰的话，那你家打野打得慢，对面把龙拿完了过来搞你，你就很难受了。这里大招起手，像莫甘娜自从上次改版到现在就是这个大招，我是觉得是很满意的一个点。我当时觉得大招这样子没什么意义，其实 Q 技能改更好，改成那种像那个谁拉克斯的 Q 一样，我天，能穿冰 Q，这里一个 Q 闪，让对面反应不过来，烫的话烫死了，有点极限，他估计是最后一下烫死的。就是那个帽子最后1秒的伤害烫死的，如果再多就是血量再多一点，估计都杀不掉。像这个下路的话，小火龙我其实也挺怕遇到那种路人小火龙。哇靠，那叠 Q 叠被动叠的是真的慢，一点用没有。但他这个其实还不错因为下路应该是一直打架的原因所以他叠的还是蛮快的。也是这有利有弊，我觉得是。我就怕那种打架打又打不赢，是吧？打不赢算了 ，Q 技能还叠得慢，就那种这里给他吃小的都没关系。这局曼豪是发育差不多的，找机会Q 一下，困住了，大招给一段伤害，先秒一个，杰斯靠过来。杰斯一个人靠过来，Q 到了，哎呀，但是队友不敢跟伤害，有点可惜。其实这局其实还不错因为可以跟琴女打配合。琴女的话，她的大招可以去打反手，知道吧？就还不错，这局下来。起码能看到赢的希望，不至于像那种赢的希望一点都看不到。完了，队友又开始送出来，好不容易开始有一点点的小优势。永恩一过来，先杀一个 ，Q 找到对面的 C 位。看到没有？就是这里有时候你的 Q 技能一定要，就是莫甘娜，如果你要玩 C 位的话，核心位置就是输出位置的话，你一定是要留 Q 给对面的关键那个就是 C 位。
这一波团战打的其实完全是给对面送了一波节奏，但还好啊，这边也是凭个人能力去拿回来了一些。那小火龙打架的话就很舒服了，就是有人喜有人悲嘛，不可能大家都欢喜的。这里的话，如果看看能不能赶紧刷一个，如果刚刚河道线没被打掉的话，就可以回家把这个鞋子给做出来。好，鞋子有了，这一波龙团伤害是有的。小龙压力是有的，对面这版本拿有龙魂的话，我觉得后期团战好打很多。万好又打起来了，那刷龙呗，抱回来，哎，很舒服。哎，对面2个人，说这面 C 位也不在，哎，对面是也在犯病。我跟你说，射手去带什么线呢？这种带线叫断龙的节奏。那对面的话就是没了。对面应该是没了，我跟你说，这局已经没了。对面杰斯还整上破剑者杰斯了。之前我有出过吧，好像是剑圣的那个出破剑者的一种打法，可以学一学，但不要完全照抄，你要有自己的理解。你试完以后不适合你，你就不要这么去玩。这卡莎怎么还有大招啊？打了一波团战都打下来了。莫甘娜的2段大招啊，除非对面技能全交，其实你没必要等2段大招，不要去执着于2段大招的伤害打出来啊。因为是逆风局啊，所以对面拿了个看起来是拿了个大人头，其实才300金币啊。就其实劣势方，像这版本就是劣势方无脑去打架，能去换人头，你就是赚的，知道吧？对面优势，然后去跟你打架，就是也不能说去很大劣势就算了，就是只要有一定的劣势。就是你这边是偏劣势，比如说差个2000金币，或者说，差个小半件这样子的，你就逼对面跟你打团，然后去抓单，你1换1，你送出去就是啊200、300金币的人头，人家是送给你的什么300、500、400那种，就是啊5、6、7啊这种经济就很爽，我就跟你说，都是赚的，稳赚不亏。就是你队友逆风的话，就是你身为一个那个你是个大，就是你就算超神了，你也不会很值钱。Q， 你看这个 Q 技能真的是飞得慢的要死，而且还不能穿冰 Q。AOE 伤害的话，比如说你如果他拿莫甘娜打线上，他又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只有一个 W 去刷线。如果 Q 技能能像那个拉克斯那样子，对吧？能穿冰，那就舒服很多了。那莫甘娜的话，我还是很希望设计师能不能给一个莫甘娜穿冰 Q。我可以忍受他的 Q 技能飞得那么慢，但我忍受不了他 Q 技能就只能命中一个目标。一点卵用没有。像人家拉克斯啊 ，Q 技能又能打 AOE 是吧？去清线，又能Q 2个，简直就是不同的英雄。这里就在塔外给个 W， 队友上就让队友上了，没办法了。
这里大招的话还好是大到了这个情侣大招2段大招收掉对方，然后一个 W 烫死了这个射手，很舒服。一个 W， 但没有 K 到这个人头。这局很舒服，反正输出位置是很有的，因为队友敢冲，知道吧？所以莫甘娜其实还是很希望有这样子敢冲敢打的队友，最怕的就是那种遇到比他自己还怂的那种队友。莫甘娜的话，如果莫甘娜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队友不敢上，你要去丢 W， 哇，好难持续命中。你没有冰杖的话，你的 W 最多烫2下，就是烫个那个面具的伤害就没了，打不了多少输出的。所以还是得有那种敢打敢上，然后能给到控制的队友啊。W 的话会烫多几秒钟，伤害就高很多。这永恩我感觉他真的是加大招这个，如果你再做个那个狂风之力啊，因为之前有出过一期狂风之力的永恩嘛，像他们这种站位就是很怕这个莫甘娜，不敢吃这个莫甘娜的 Q， 因为吃到就是得死，活不下来。然后这里打龙，把龙一拿。游戏结束，进入了倒计时。而且主要是有个点啊，这个莫甘娜，就是这个 Q 真的有点准，我是玩不出他这么准的那个 Q 技能。他的一个 Q 闪命中率高好多。W， 你看没有？如果说对方在就是没有队友在前面给控制，或者说给什么，他的 W 就烫2下，而且对方也会站得很安全的一个距离，就是相当于就是 W 边上烫一下，烫到了以后就面具吃一点伤害，其实打不出多少输出的。就对面很谨慎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子，大招上来，这种其实上不了的啊。不要想，除非对这边越塔，其实那个安倍萨如果把技能留在这波要推进的时候去反打的话，说不定还有点机会。如果主动找机会的话，那就是直接认输了。那行，那这一局的话就到这，后面还有，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